大家好啊！一天旅游一个景点，今天我们到了江西著名的三清山了啊，世界地质公园，五 A 级景区，道教名山啊。然后后面呢就是它的索道啊，我们直接坐索道就到山顶了。先去那个买个门票去。这边是售票处，现在门票啊120，索道上下的往返125，加起来就是245啊。坐索道直达山顶啊！这个索道挺长的啊，一共是2400米呢。我们坐的是从东门的金沙索道上来的啊。下索道了，哇，这山顶好多旅游团啊，人特别多啊。下索道了以后，往右边走啊，去看巨蟒出山和东方女神。走这边，开始沿着悬崖栈道在走啊，这是绝壁栈道。你看后面这个峡谷好深啊，一边是绝壁，一边是深谷啊。然后这沿途啊，树木很茂盛，特别凉快啊。快看前面的山上，像不像一个骆驼呀？这是骆驼的头，这是它后面的驼峰，很形象啊。这边的人是最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清山的核心景点了，巨蟒出山，就是前面这个石柱啊，看像不像一个大蟒蛇呢？这个是它的舌头，你看啊，大蟒蛇。巨蟒出山，寸草不生。哇，直上直下呀！这个山峰120多米高呢啊！这是一整块的花岗岩，大自然的杰作啊！屹立在这里已经上亿年了。然后在它的旁边看这个山峰，看这个山的顶部像不像一个猫啊？这个猫啊扭过来脸看着这个洞，因为这洞里面藏着一个老鼠，它在等待这个老鼠呢啊，也是挺有意思。还不止这些呢啊，然后再转到这边看，看对面这个山峰像不像一个财神爷呀？坐在这里啊，这是三清山的财神爷。大家来到这里呢，要拜一拜财神啊。这里能看到巨蟒峰的全景啊，看巨蟒，巨蟒出山，寸草不生。这个巨蟒峰直上直下128米啊，小胖你能相信吗？以前呀，居然有3个人爬到这个巨蟒山的山顶去了。他们呀带的那个钉子、电钻、绳子，在17年的4月份凌晨的4点钟啊，然后爬这个山，把那个钉子打到这个山体里面去了啊，对这个山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了。因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嘛，就是那个钉子不能拔出来，所以钉子就永远留在这个石头里了。后来这3个人被法院判了啊，不光要坐牢，还要赔款，赔了600万呢啊！打了26颗钉子，赔了600万，平均1颗钉子就是23万啊！真是让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啊！大家来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地方玩，一定不要破坏这种生态环境啊！尤其是这个景点的核心景区，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看前面这个石头，就是三清山第2大核心景点东方女神。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女士呀？穿婚纱的一个短发女士啊。因为她在三清山的最东边，每天早上呢都能看到日出的第1缕阳光，所以又叫她东方女神。哇，越看越像啊，尤其是她的短发。走到这里必须得看一下地图了。我们是从东门的这个索道上来的啊，直接就看了三清山标志性的景点巨蟒出山和东方女神。然后下一步呢，我们打算沿着这条路走啊，往南门方向走。南门这里也有一条索道，我们会先经过杜鹃岭、马头石去看一线天，然后经过南门呢，我们再从这边转回来，经过葛洪县丹，然后转回杜鹃岭来，因为我们晚上住这里，明天早上看日出。今天呢，等于是走一个小环线啊，然后明天呢，我们走这边的大环线。这种安排非常完美。在这个上面能看到一个绝世美景，一定要带大家看看啊！走到这个最高峰，
哇哦，别眨眼，就是对面这个山峰。哇，大家看，它有上百个这个石峰组成啊，每一个呢都是积极向上这种感觉啊。人民大会堂里面有一幅江山如此多娇的画，就是在这里画的啊。哇，看看这种景象啊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。对面的这个石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啊，就是这里，大家仔细看它这个形状，这个女生看了会羞羞，男生看了乐哈哈，不能说的太多啊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身后呢，这个就是铡刀石啊。为什么是铡刀石呢？因为它顶部是分开的，特别像我们就是东北铡大葱的那种大铡刀似的。狗头铡、虎头铡、龙头铡嘛。我们那是铡菜的。前面这个石头叫做马头石，你看啊，这个像它的头，这个是眼睛，这也是垂直节里的柱子啊。哎，从这儿看一下示意图就知道它像不像马头了。再看看这个实物，对比一下，发挥想象力啊。我们现在走到一线天了，哇，这个道路非常的陡啊，而且特别的长。你看啊，两个石头中间夹出来的一条路，抬头看天啊，就是一条线。大海老师，我被卡在这儿了。你说明你该减肥了。这个地方真的确实只能一个人通过，真的好窄呀！哇，这里风好大，越窄的地方风越大呀。现在我们走到南门这里了，你看这里啊也是群峰环绕啊，这里有个山庄也可以住宿。然后那个地方呀就是南门上来的索道，我们是从东门上的啊。从这个南门上来呢，不管你是往右边走还是往左边走，都需要爬台阶呀。哇，台阶很高的。本来以为黄山的台阶就够多了啊，但是这个景区台阶也是不少呢，而且都特别陡啊。看一下这个山顶上啊，那山顶上像不像坐的一个道士呢？他手里捧了个药葫芦，这个叫做葛洪献丹。葛洪是一个道教人物啊，他就是炼丹的，这是炼好丹药了，要献出去啊。今天我们就住山上啊，杜鹃谷。住山上的好处就是早上可以看日出，啊，这上面风景也不错呢哈。然后这里面呀也可以住那个帐篷。然后我们是住后面这个房间里面，看还是挺好的哈，好几个帐篷呢都可以住，就在这个五指峰底下呢啊。我们住在2楼这边，哇，房间里很暖和呀，但是房间没有卫生间啊，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。那里有一个。那个是暖气嘛，吹热风的空调，电视什么的比较简单啊。在山顶能住这个房间已经很不错了。小胖累了吧？非常累。今天又是走了1万多步啊，赶紧休息一下。明天早上呢，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就可以看到日出啊。这里就是日出的方向。哇，他们住帐篷的晚上还很冷的，现在已经降温了。这边也有搭帐篷的啊，这里就在那个玉台下面呢，人家这里的位置更好，明天直接看日出啊，不用爬山。这个角度搭帐篷最好了啊，这是背风的地方。你看这后面这个房子正好挡风，那个地方搭帐篷不好，因为那个栏杆晚上风挺大的。既然碰到落日了，那我们就在山顶欣赏一场1500米海拔的日落吧。你看这个太阳啊，来，小胖手势准备，用你的双手，托起太阳来，单手托，来个双手的，好，来个那个的，换发波，对，这是发功的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剪影，等等，我把你这个太阳放到你手心里，哎呀，完美。
我们现在在江西的三清山山顶上啊，早上6点钟，这都是看日出的啊。很多人住的帐篷，晚上，小胖，看啊，马上日出了，现在那边已经红了，哇，看这个山呀，层层叠叠的。今天是6点20的日出啊，现在已经6点05分了，还有15分钟日出啊。这边已经有很多人聚集了。晚上住帐篷应该挺冷的吧？山顶上风比较大呀。我们今天住的这个酒店位置真不错呢，一出来门口啊就可以看日出了，不需要再爬山呀，再干嘛的哈。然后小胖呢架了一个三脚架，在这里拍延时视频啊。哇塞，现在太阳已经快出来了，你看看，快看，出来一个圆点点啊，好亮啊！刚出来的太阳是可以用眼睛直接看的啊。哇，这个圆点点越来越大了。今天天气真好呢。上次我们在黄山没有看到日出啊，这次在三清山给看到了。现在是早上6点20啊，哇，看远处的这个山，层层叠叠的，就像是水墨画一样啊。你看看这个远山，这边还有云雾呢。看完日出，我们又小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就出发，继续今天的爬山之旅。我们昨天走的是三清山的小环线，3到5个小时。今天我们要走大环线了啊！对着地图给大家看一下。昨天呢，我们是走的巨蟒出山和东方女神，转的这个小圈儿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这里出发，要转这个外面的大圈儿。这大圈转一下呀，也得5、6个小时呢。走，出发。小胖，有体力了吗？今天恢复过来了吗？恢复过来了。走，那走吧。快来，这个地方是三清山的一个标志性景点——独秀峰。哇，就这么一枝独秀啊！这个也叫什么？一柱擎天。你看，直直的一个山峰啊，这都是花岗岩。然后这个观景台还可以看到昨天的那个巨蟒出山。哇，我们现在在山顶了啊！这里看日出、看日落都是相当好的地方。哇，站在山之巅，山高人为峰。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早餐啊，吃了这个营养早餐就去徒步大环线了。一个薯片，还有半个玉米啊，我和小胖一人半个。昨天带的苹果没有吃，今天把它吃掉。还有这个就是昨天带的这个蛋糕，昨天吃了一半，今天把另一半吃掉。然后一会儿如果中午饿了，再吃个泡面啥的啊。这个就是咱俩的早餐。来，营养早餐赶紧吃，吃完开始啊。还有半瓶水啊。这个水呢，山上卖10块钱一瓶啊，矿泉水都舍不得喝，我喝一小口吧，好吗？很宝贵的啊，这个水。今天的行程从玉皇顶开始啊，然后旁边就是一线峡。哇，这个峡谷也是挺窄的啊。这个一线峡是单线行驶的啊，只能一个人通过，特别的窄。看，天开一线，所以叫做一线峡。啊，穿过来了，穿过来以后是一个树抱石，你看这个树根把这个石头都盘住了，树抱石景点啊。
看前面这个石头，它是这种形状的，一根手指头指出来这种啊，这个叫仙人指路，就是来到这儿你迷路了，这个人就给你指了路了啊，往这边走。来吧，好形象。仙人都指好路了，我们就走吧。这个是步云桥，哇，走到这个桥上，看前面的景色，就像来到了天庭一样啊。这如果有点云海就更美了啊。来，转到这边还有一个观景台呢。看来这里的峡谷好深啊！哇塞，你看来点云雾更漂亮啊。转到这边。后面这个高山啊，这是三清山最高峰玉金峰，海拔1800多米。这是3座山峰的啊，玉金、玉华、玉虚，这3座山峰啊，峻峭挺拔，高耸入云。它就像是道教里面的那个玉清、太清、上清3个最大的神坐在这山巅一样，所以这里叫做三清山啊。这里也是这座三清山名字的由来啊！你不到这里就不算来三清山啊！哎呀，但是大部分游客他都不会走这个大环线的啊。这里有1600年的道教文化了啊，所以这里也被誉为天下第一仙山。哎呀，太壮观了，这个景色，三清天下齐啊，说的就是这里了。这里有摩崖石刻，造物情意浓。哇，这是吴官正写的啊！这边天下第一仙山。今天的栈道都特别高啊！你看这边就是大峡谷，就沿着这个悬崖边在走呢。但是今天的栈道都比较平缓啊，台阶比较少。来，就在悬崖边走这个栈道，这个叫做阳光海岸栈道，一路上洒满了阳光。哇，转角啊！这里有个小卖部啊，可以吃点补充点体力。这边是一个玻璃栈道的观景台，但是要收费5块钱一个人呢啊！哇，这个是挑出悬崖外，有个好几米啊，下面是万丈深渊，胆儿大的可以挑战一下。现在我们通过玻璃栈道了啊。旁边这里是玻璃栈道，收费是15一个人啊，然后这边是免费的啊，我们走这个免费这条路吧，因为我们已经走了很多玻璃栈道了。这里也是一个观景平台啊，有云海的时候，这边还是很壮观的。不行啊，肚子饿了，在山上吃个八宝粥啊，8宝粥15啊，然后这山顶是不卖泡面的啊。因为泡面那个汤汁它不好处理，会污染环境，这个都可以理解啊。然后还有那个3个水果啊，10块钱3个。山上的物价有点贵啊，反正是。美，看着这个美景，吃的美食，爽。快看，我们前面路过一个象鼻石，哇，这像大象的鼻子一样啊！这下面呢是分开的，你看上面是和山连到一起的啊。它这是怎么形成的呀？亿万年的流水侵蚀、风化，形成这样子啊，大自然的杰作。看这里有一个 V 字形峡谷啊。这是三清山最气势磅礴、最壮观的一个峡谷，哇，它的这个深度啊，下切深度300多米呢，全长2500米啊，最气势磅礴的。看这里的山，这像不像一个小孩呀？小孩的背上呀，长出来松树了，这个叫做神童附松。看身后那个石头，像不像个大乌龟呀？那是它的眼睛。它的背上还背着一个小乌龟呢啊，太形象了吧！而且我们现在呀，已经又走回索道这里来了。这次在山上啊玩了2天呢，早上还看到了日出，太完美了啊！这个山确实是非常大啊，走的腿又特别累。现在我们坐索道下山了啊，走吧。
大家好，每天一个景点，今天到江西灵山去玩一下。可能是因为江西上饶这边有名的名山大川太多了啊，都显不出这个灵山来了。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山。今天咱们进去玩一下啊，走，这边是售票大厅。现在门票价格95，索道往返的135。它有一个套票呢，就是门票加索道是195一个人。来坐索道上山，现在我是有索道就肯定要坐啊，实在是不想爬山了。这个索道全程2.8公里呢啊，它的海拔提升800多米，建议大家还是坐索道上去吧。把主要的体力啊留给在山顶去看风景，因为山顶有一个8.5公里的环路呢。这里还可以看到当地人开垦的梯田。这个山上的树木很茂盛的啊。除了索道呀，还可以免费领一个登山证啊，因为山上台阶多嘛，就是一个竹竿啊。下缆车以后，先在这里拍张打卡照啊，在灵山很想你。这边的栈道也是修建在悬崖边的啊，边走呢边可以欣赏着山下的美景。哎呀，风景不错呢。山顶的步栈道一共8.5公里，它是一个环线，可以绕着山转一圈的。这个山上它的特点就是奇石很多，我们看一看它有些什么样奇怪的石头。看后面这个石柱就是景区的核心景点，这个叫雄霸天下，也叫一柱擎天。这个景点啊，看大家看像什么？这女生看了羞答答，男生看了乐哈哈。不能说太多啊，大家自己看。哇，这个角度太像了。又有一块象形石头，看这个叫金龟望月，你看像不像乌龟呀？乌龟的头高高的抬起来，朝着天空。哦，在这山顶上发现一只兔子，看这个。兔耳朵、兔嘴、兔尾巴，哇，这个更像呢。看我手指的方向，那个石头像不像2条鱼在接吻呀？这个叫做双鱼对吻，上面的鱼大一点，下面的鱼小一点啊，一个鱼妈妈，一个鱼宝宝。看前面栈道下面这一块石头，这像不像一个大象的头呀？这是它的鼻子。前面正好有一个松树嘛，所以起名叫做小象细松，这是象眼睛。快看我身后这个大山，哇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就感觉特别的壮观。你看这个山峰，这个石头这么巨大，然后这个山峰啊一直绵延到那边去，你看这个蜿蜒曲折的，这个叫中华龙脊，感觉是一个龙的脊背。果然是非常的壮观的，龙的传人在这里拍张照。这山上栈道确实挺长的啊，8.5公里呢，围着这个山转一圈，走的还是挺累的。不过风景特别好啊，小胖快看前面那个像什么呀？像什么？像云端啦！像云端，山那边，海里面。来看我身后这个山峰，这就是灵山最高峰啊，天梯峰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这上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直达山顶，从远处看呀，就像是攀登天梯一样，所以叫天梯峰。但是我们不去那个地方啊，这个灵山的范围特别大，我们去的这个景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来，我们要往这边走了，风景绝了啊！看这个松树，挺有特点的吧？哇塞，快来这边看，小胖，你看看这个栈道修在什么地方？修在这个半山腰，确实像在云端栈道一样，
距那个地面啊有个200-300米呢，好长呀，好壮观呀。后山的栈道更平缓啊，哇，这边的山呀都是这种形状的，你看，感觉特别丝滑，是这样流水状的啊，感觉风啊从这底部吹上来，把山吹成这个形状了，很特别呢。这后山还有一段玻璃栈道呢，哎，往这里往下看，有个100-200米吧。啊，不过我天天走这玻璃栈道已经没啥感觉了啊，随便走，闭着眼睛走啊。沿着这个悬崖栈道走啊，哇，转过这个弯以后，看这个美景呈现在眼前了。看那远处巨大的花岗岩，这栈道一直通向那边啊，走。快看下面那个石头，就叫龟蛇合体，那里有一个乌龟，旁边它的背上趴着一条蛇。龟蛇合体的寓意啊，就是玄武，南朱雀北玄武啊，那个玄武就是主管北方。这个叫金蝉送财啊，看这里像不像一个青蛙呀？听取蛙声一片啊。这个景区主要就是看这些石头呢，看像各种形状啊。对对对，那个也像面壁。再看这边的石头，这个叫蛤蟆观天。你看蛤蟆蹲坐在这里，脸朝上啊，也叫做坐井观天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啊，正在看天上的天鹅呢。看这块石头像不像一个小老鼠呀？这是老鼠头，这个叫老鼠偷油，因为它正趴在这个油缸上面。快看这里，这山顶上还有这种星空泡泡屋呢，全透明玻璃的啊！哇，这里面只能放一张床，放不下别的东西。啊，晚上住在这里看星空挺不错的哈，要不要住一下，小花？不住。天空之镜，哇，这面镜子真的好大呀，在这儿可以美美的拍张照片，但是需要一点拍摄技巧啊。我们就简单随便拍点吧啊！哎，往这下面拍。整个山我们就转完了啊，一共用时5个小时左右。这山顶的栈道虽然长，但是它台阶比较少啊，大部分都是这种平缓的路，所以也不怎么累啊。而且山顶的风景确实很棒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坐索道下山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到望仙谷景区了啊。这个地方目前是江西最火的一个网红景点啊，但它是人工打造的，花费了26个亿呢，在这个大山里面修建了一个现实版的仙侠世界啊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啊。然后这个地方人气很火爆，你看这人有多少？来这边先买个票先，看看门票价格先。正常价是140，现在呢优惠价，周一到周五是100，周六周日是120。检票进来了，这个景区位于一个山谷当中啊，有山有水有瀑布，还有这个很漂亮的桥。哇，这里环境很好啊，山清水秀的。沿着这个栈道一直往前走，从这里转个弯就到了景区最核心的景点了啊。哇，快往那个上面看，就是那个悬崖边有好多房子呢。哇，好壮观呀！这是悬崖民宿啊和酒店，还有悬崖边的咖啡馆、悬崖图书馆。为啥要把这房子建在这悬崖边呢？这样才吸引人嘛啊！然后再用这些栈道啊，把这些悬崖民宿都连接起来。你看看是不是又很有中国风啊？像不像仙侠世界？感觉在这里啊可以御剑飞行呢。这悬崖上面最高的地方建了一个观景阁楼，现在到这个地方去看看风景啊。继续往前走。哇，这里还有瀑布呢，好凉快呀！这里没想到啊，这个景区很多惊喜的景点啊。这里拍照也很美呢。哇，瀑布的水量好大，从这山上流下来啊。这里不只是一条瀑布啊，
2、3条呢。瀑布的水都溅到我脸上了。这个角度看起来是最漂亮的啊！你看这个栈道，它是之字形的啊，这个回廊。那个住宿的在山顶呢，这里拍照很漂亮啊，南方吊脚楼的这种感觉。这里是个3岔路啊，可以上可以下。这个栈道确实是人有点多，有点拥挤了。不过栈道上的景色却是非常的棒啊！看刚才望仙谷那个桥，还有对面的3个瀑布，哇，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啊！那个瀑布的水啊，居然是上面流下去的，这是一条河。这条河应该也是人工挖的啊，在这悬崖上挖出来的河，跟红旗渠似的。哇，看这个山谷里面的路，弯弯曲曲的啊，太壮观了。我给你们找那个嘛。哦，再往上走就是住宿区了，游客就不让上去了啊，游客只能从这里下去。再往上的话得刷人脸或者刷房卡呢。哇，上去正好就可以住到那个悬崖酒店里面啊。你看它这里挑出外面这么长一截呢。哇，住在这里是什么体验呢？晚上一推窗就可以看着窗外的这个景色啊。花好几千住这个民宿值不值呢？现在我已经走到最高处了啊，这个观景的阁楼这里，到这里去看看全景。哇，还可以上2楼看景呢。这里是整个景区里面地势最高的地方啊。哇，从这里的窗口望出去，哇，果然是一览无余啊，这个景色。那边是入口啊，从那里走进来的。再往这边看一看，你看那边还有好多地方呢，还没去那里呢。那里房子也是很多啊，你看这种屋檐一层一层的，很有仙侠的感觉吧。真不愧是大手笔投资啊，26个亿打造的这个景点啊。在这里拍一个游客照，大家知道吗？以前这个山谷里面啊是一个采石场，后来那个石头采完了就废弃了。后来被一个老板看中啊，就投资这么多钱，把它打造成一个网红景点了。哇，真没想到啊，这个老板的眼光这么独到啊，确实是大手笔、大投资啊。从这儿能看到那个楼的全景。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后面来了。今天晚上呀，我们也住在景区里头，然后在这里办入住啊。民宿中心。这是大厅，房间价格，这里全是住宿的酒店啊。我们房间开好了，现在去房间的路上。看那个玻璃栈道，我们还没到玻璃栈道。这边的房间啊，高低错落有致，也是徽派的这种风格感觉。哦，这个是马头墙，确实是徽派建筑啊。很干净的这种民宿区，我们就住这边了。看看房间里面，挺宽敞明亮的吧，装修也挺好。这边是洗漱区，这边是住宿区啊。一个大的落地窗，但可惜这个窗户啊是靠墙的，外头是一堵墙啊，这个比较遗憾。反正房间还挺大的啊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欢迎水果，这是冬枣吧，还有一些青豆之类的小吃。然后还有百岁山的矿泉水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是加湿器还是什么呀？还可以烘干衣服啊，空气净化器呢，这是多功能的啊。2个浴袍。这边是洗漱区啊，还有一套茶具呢，可以烧水喝啊。手巾、香皂，牙膏之类的啊，牙具。这个马桶间，哇，是带这种自动冲水功能的啊。淋浴间，好，房间就是这么大了，1000多呢啊，这个房间。晚上我们去那边逛一逛啊，那边是小吃街，走吧，小胖。走。
晚上灯光亮了，我们去四处转一转。晚上出来看夜景了啊，灯光都亮了。哇，这个河边的夜景太美了，看这个灯光美轮美奂的啊。远处那个是山顶上啊，那个观景的阁楼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河边呢，你看看这个两边的夜景。这边是住宿区，也是小吃一条街。晚上这边很热闹的啊。那边是游览区，这边是住宿区。在原地就可以参与。我们现在在一条桥上呢，对面啊还有演出，数钱数多手抽筋，好热闹呀！谁都能参与啊，拿出。开始篝火晚会了啊！最中间点的篝火，哇，外面围了一大圈人啊，我都挤不进去了。看看里面正在舞蹈呢。这也太热闹了，看着外头有多少人呢？啊，围了好几层，真的挤不进去啊。这边是小吃一条街，哇，从这里看过去啊，这个灯火辉煌，一直可以看到山顶的那个阁楼。看看两边卖什么的都有啊，正好可以在这吃个晚饭啊。这两边酸辣粉、铁板豆腐，牛肉啊什么的，吃个牛肉饼，现做的。看那个新疆，看那个工地的时候，你看。这边有个南昌拌粉瓦罐汤，这个店，我喝一个这个瓦罐汤啊，这个汤这瓦罐是在这大缸里面做出来的。小胖吃的拌粉，我吃的这个乌鸡汤，乌鸡红枣桂圆汤。看，作为山西人必须得倒点醋。哎呀，好像有点多了，我还头一次见到喝汤搁醋的。来，然后我吃的牛肉饼啊，然后再来个汤，完美。哇哦，哇，太好喝了，非常好喝。你看他们这都是现装的啊，先把料装进去，然后再放在那个大罐里面去熬，熬好几个小时。8到10个小时。